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有了一个与司凤还不够，程毅又演活3个角色，无愧央视对他的偏爱。20年的夏天，一部投资过亿、制作精良，但由于演员阵容知名度不高，从而开播不温不火的仙侠剧《琉璃》上线。有着仙侠题材的底盘在，首播数据不能说差到极点吧。毕竟彼时迪丽热巴为了女主都出来做宣传了，打 call 团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剧的数据。但要说是上映即爆的话，那程度也达不到的。真正掀起追剧热潮，是从男女主还原甜蜜桥段上了热搜。而后观众被吸引过去，成为自来水开始安利。网播成绩好，剧组都能开得起演唱会了。网络版收官后，剧又得到了上星平台的赏识，开启了年关之旅。而琉璃的上星，打开了程毅长达4年的上星战绩。同期爆火的演员，出走4年回来仍是那一个高光角色。而程毅拥有了与司凤还不够，再演活3个古装男儿，今夏的出圈，无愧央视对他的格外青睐。从少年肆意到青年无奈，萧承旭被抛弃一生，被苍生大义所裹挟，应冤后悔也甘之如饴。常安诺的影响力，其实在程毅的作品里边要排倒数。改编自经典故事，本身就缺少了一定的新意。大家都知道结局走向了，自然也就没那么期待了。但他所翻拍的新版多尔衮萧承旭还是值得一品的，编剧将其塑造成完美到极致的男人。剧中虽有妻子，但他却只顾着朝政，从未留恋家中，甚至在自己死后写下遗书也要与其和离。对于萧承旭来讲，年少时真的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。他正是因为喜欢名誉，所以才将想要称王的心无奈放下。因为与太后走得近而被猜忌，最终落得一个为政事奔波、积劳成疾的下场。从母妃的爱人，一个个离他而去；从飒爽的少年郎到郁郁寡欢的青年摄政王，还没活到40岁的萧承旭悲大于喜。同样是肩负起责任，生活在仙家背景下的应渊，则有更多的可能性，他会为了大义放弃颜旦。但同时他也会为了凡间的小爱，祈求颜旦不要将他当成是帝君。曾想过要做普普通通一介凡人的应渊，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后悔过，但最终他选择维护苍生的幸福安康。为大爱殉身时，是他跟随着心在行走。李莲花历经磨难却不改乐观心态，成全所有人也放过自己，潇洒江湖郎。或许是之前接过的人物底色都太苦了。此番莲花楼上线，李莲花终于不再是落寞哭唧唧的了。他是惨好好的武林第一高手，沦落到靠着神医的名号行走江湖，连曾经的老对手狄飞升都笑话他活得如狗一样的。体内的毒素影响寿命，看着就像是个病秧子。但他也是潇洒的，没了爱情的牵挂，亲情的难以割舍。在没遇见方多病之前，他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就跑，靠着装柔弱的巧劲，过的是舒舒服服的。李莲花是乐观的，也是重情义的。当他千辛万苦以为给师兄讨回公道，却发现一切都是师兄设计好的，为的就是看他这个笨蛋在做无用功。瞧见眼前陌生的人，李莲花多年来隐藏的委屈与悔恨再也压抑不住了。从讶异到失望，眼神哭戏有情绪递进，细腻拿捏最为得体。为啥央视被提前买股莲花楼，还没完结就官宣要播？想必男主的人设之优秀，真的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。李莲花并非是完美的，在与乔婉冕的恋爱中，他孤傲又执拗，导致女友写下分手信。在10年混迹江湖时，他也曾撒谎无数，只为换取自己的人情回报。可他是会成长的，
故事本身就是他与江湖的告别，所以结尾他选择独自一人，倒颇有原始快意洒脱的侠客之感。